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轩兄弟。我们今天来测试 LG 最新上市的 4K 140赫兹产品27GR93U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。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，LG 27GR93U 采用环保的褐色纸皮包装。打它的包装，配件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、一条电源线、一条 DP 线、一条 HDMI 线、一条 USB 上行线、一份说明书保修卡和一份校准报告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校准报告。测试仪器是科美的 CA310，测试色温是6500K， 伽马 2.2， 平均色准小于5。整体的校测报告提供的信息是比较有限的。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，底座拧上面工具安装的螺丝支架在卡紧面盘本体就算安装成功了，整体的安装还是比较便利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，正面采用了3边微边的设计，底边中央位置印有 Ultra Gear 的 logo， 在底边的下方还有一个电镀工艺的小下巴。正面正底部位置有一个5项摇杆按键和一个 DTS 音频接口。底座为 V 型的设计，背面做了一个小背包的设计，小背包的两侧有2条 RGB 的灯带，支持21种颜色的调节。支架方面，它支持升降、俯仰以及单边90度的垂直旋转，不支持水平旋转，整体支架功能性中等。接口方面，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、一个 DP 接口、2个 HDMI 接口、一个 USB 上行接口、2个 USB 下行接口。接着，我们来把它点亮，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。开机，屏幕中央会出现 Ultra Gear 的动向 logo，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。开机以后的第一主观感受，它整体的色彩艳丽，但不会过分的饱和。通过仪器的测试，它的 sRGB 容积达到了 136%，PPI 为163，实际的图标清晰度一般，字体有轻微的彩边现象，相比 R8 面板表现是偏差的。像素点方面，通过显微镜的放大，它是 RGB 垂直条状排列，子像素形态是长方形。OS 菜单方面，它依然是家族化的风格，操作的方式是底部的5项摇杆按键，但可能是适配的原因 ，OS 菜单的字体显示有毛刺感。说回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菜单中的功能设置。首先是色温，默认出厂为6603K， 菜单中的色温选项提供了用户暖色、自然、冷色、手动的调节，其中最冷色温为8990K， 最暖色温为6603K。色域空间方面，出厂默认为 DCI-P3， 菜单中还提供了 sRGB 的模式切换。通过仪器的测试 ，P3 模式下色域覆盖率为 96.8%， 平均视差值 1.76， 最大视差值 3.2；sRGB 模式下色域覆盖率为 98.3%， 平均视差值 1.13， 最大视差值 2.54， 表现相对不错。另外，它还支持硬件校准功能，在官网下载 LG Calibration Studio 套件，用户可以自定义的校准显示器的色域、伽马和色温等功能，这点值得好评。亮度对比度方面，出厂默认的亮度设置为100%，实测最高亮度为485尼特，静态对比度为994:1，略低于 IPS 标称的1000:1的水平。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，使用成像仪分析，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 3D ISO 图像，中间黄色部分超过了450尼特，周围一圈红色在400到450尼特之间，边缘紫色部分在350到400尼特之间。以国标25宫格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，最大差值为 17%， 表现一般。切换到全屏黑场，它的亮度在 0.3 到 0.65尼特之间波动，右上角有一处漏光峰值在 0.65尼特左右，整体漏光的控制表现算不错的。切换到色温模式，全屏色温在 6449K 到 6819K 之间波动，屏幕上方紫色区域在 6400K 左右，蓝色区域则在 6500K 左右，四周绿色的区域在 6600K 以上，整体色温均度的表现是优秀的。可视角度方面，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，它的视角对比度呈现 IPS 典型的十字形分布，红色区域是它的最佳视角，对比度在800:1左右，最佳的水平视角在30度左右，垂直视角则在25度左右，整体视角对比度表现中等。频闪测试方面，我们测试它高亮度下的波形，无论是 SDR 还是 SDR， 它都是 DC 的调光，这点好评。白点光谱方面，通过仪器的测试，它的红光波段有2个凸起的波峰，属于是 KSF 背光的特性。蓝光波峰在457纳米，高能短波蓝光占比 10.82%， 相对偏低，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。接着我们再来看它各接口的带宽、色深和兼容性的表现。它的 DP 接口是 1.4A 的规格，连接 PC 最高可以达到 4K 140赫兹12比特的全范围输入。HDMI 接口是 2.1 的规格，支持 F2.6 4通道 12G， 也就是 48G 的满速带宽，连接 PC 最高可以达到 4K 140赫兹12比特的全范围输入。连接 Xbox Series X 之后，它可以支持除去杜比世界之外的所有游戏和视频内容。连接 PS5， 它可以支持到 4K 60赫兹全范围输入。开启高帧率模式之后，它可以支持到 4K 48到120赫兹可变刷新率，颜色格式为422。使用 MacBook Pro 16连接，在 HDMI 的直连下，它可以支持到 4K 60赫兹，支持 High DPI 以及 HDR， 但不支持 VRR。使用 Type-C 转 DP 连接，它可以支持到 4K 48到14赫兹的可变刷新率，支持 High DPI 和 HDR。输入延迟方面，在 1080P 120赫兹的信号下，输入延迟为4毫秒；4K 60赫兹的信号下，输入延迟为7毫秒。HDR 性能方面，它通过了 VISA 的 Display HDR 400认证，通过滚动球的测试，它没有配备任何
可的分区控制。HDR 亮度方面，在实际测试中，100%的白点窗口下，最高可提供534尼特的峰值亮度。HDR 静态对比度为1286:1。UTF 曲线方面，它预设了5种模式，分别为玩家1、玩家2、FPS、RTS 以及生动。由于 IPS 黑场无法降到0，因此它所有的 HDR 模式的暗部信息都进行了压缩处理。我们先来看玩家1模式，由原来的0尼特起步调整为0.4尼特，并在初始阶段会继续下探到0.2尼特。从0.2尼特之后开始贴合 PQ 到60灰阶，再从60灰阶处开始通过滚降的方式压缩亮部细节。玩家2和其余的几个 HDR 模式调教基本相同，在0到60的灰阶略高于标准的 PQ 做提亮的处理，从60的灰阶处开始依然采用滚降的方式压缩亮部细节。HDR 实景方面，我们使用松下的 UB9000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，在显示太阳的实景下，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。通过成像摄度计生成伪色图，生动模式下亮度最高为496尼特，其次是 RTS 模式486尼特 ，FPS 模式483尼特，玩家1模式480尼特，玩家2模式473尼特。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，它的色彩还原表现不错，但岩石部分的暗部细节会有发灰的现象。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，它的色阶过渡平滑，没有出现明显的色彩断层现象。HDR 游戏体验方面，色彩还原和色阶过渡表现都算不错，并且高光的细节显示也较为完整。但在一些暗部场景下，它的暗部细节表现相对一般，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发灰现象。游戏竞技体验方面，它支持原生14赫兹的刷新率，在实际测试中，14赫兹的状态下没有出现跳帧的现象。灰阶响应方面，它有4个 OD 的档位调节，分别是关、正常、快速和更快。实际用仪器测试，关模式下6.11毫秒没有任何的过充现象，正常模式5.02毫秒，平均过充2.1%，最大过充为22.85%；快速模式4.51毫秒，平均过充6.04%，最大过充为48.63%；更快模式3.42毫秒，平均过充14.66%，最大过充为67.81%，肉眼可以看到明显的鬼影现象。最终，我们以5.02毫秒的成绩作为它的最快可用响应时间，这个表现在4K 高刷显示器中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。运动响应时间测试方面，在它的最快 OD 档位下 ，BET 为6.33毫秒，排名运动清晰度天梯榜第28名。实际在 UFO 运动清晰度的测试中，飞碟本体的清晰度表现中等，后方脱尾控制则有优化的空间。游戏功能性方面，它内置了4种不同样式的准星，有红绿2种颜色可选，但准星的样式偏小。暗部调节方面，它有上下各50级的调节，调高之后暗部提升明显，并且画面没有出现明显的发灰现象。刷新率显示方面，它支持49到14赫兹的可变刷新率显示。接着我们来拆机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内部做工用料以及它在数据天梯榜的表现。拆开机器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，中央有一块面积较大的金属屏蔽罩，屏蔽罩的两侧则有2条 RGB 灯带，灯带由之前的 V 型变成了现在的长条形，每条灯带上有9颗贴片式的 LED 灯珠。接着我们拆开金属屏蔽罩，中央是它的驱动板本体，驱动板的下方则有一个主动式的散热风扇对机器内部进行散热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驱动板，主控 IC 是联发科的 MT9810， 它支持 HDMI 2.1 FIL6 协议。主控上方有一枚 N 质谱的 Cortex-M0 架构的微控制器，用于控制背面的 RGB 灯带。驱动板左下角则有一枚瑞昱的 ALC4020 音频解码芯片，在旁边还有一枚 VNAND 的 WA1022 功放芯片。靠近 USB 接口处则有一枚瑞昱的 RTS5411T 芯片，用于实现 USB Hub 的功能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面板型号 M1270QUM-F4， 这是一块京东方生产的原装模组，27英寸 4K 10赫兹8比特的色深，95%的 DCI-P3。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，27GR93U 的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水平。接着我们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表现，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。通过精准的3色坐标计算，它达到了136%的 sRGB 容积，色域天梯榜排名第41名。HDR 亮度方面，实测为485尼特，亮度天梯榜排名第12名。静态对比度方面，实测为994:1，对比度天梯榜排名第107名。可视角度方面，通过视角仪的测量，它的可视角度在 IPS 中属于是中等的水平。亮度均匀度方面，在15宫格的白点测试下，它的最大差值为13.67%，均匀度天梯榜排名第75名。HDR 单独测项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，实测为534尼特 ，HDR 亮度天梯榜排名第55名。HDR 静态对比度方面，实测为1268:1，HDR 静态对比度天梯榜排名第39名，表现不错。分区背光方面，通过扫描线和拆机的环节，我们可以确认它没有配备任何的分区控制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，它的最快可用灰阶为5.02毫秒，排名灰阶响应时间天梯榜的第64名。运动响应时间方面 ，BET 为6.33毫秒，排名运动轻度天梯榜的第28名。好了，按照惯例，我们先来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的总结。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。1. 京东方原装模组，色温均度表现不错，并且支持硬件低蓝光和硬件校准。
2. HDR 峰值亮度和实景亮度表现优秀。3. 拥有满速48G 带宽的 HDMI 2.1 接口，对于主机的兼容性表现不错。4. 内部做工用料不错，配备了主动式的散热风扇。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： 1. 字体显示会有踩边的现象，并且 OS 菜单的字体适配还有优化的空间。2. HDR 模式下静态对比度不到1000:1。3. HDR 模式下光影和游戏的暗部细节发挥表现一般。好了，各位，以上就是我们关于 LG 27 GR93U 的全部的测试报告。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，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、转发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